丫头该有婆家了。春节过后，王莲芳多了一件事，一出去开会便到处托人。玉米是得有个婆家了，丫头越来越大了，留在村子里太不方便。急归急，王莲芳告诉自己，一般的人家还是不行。女孩子要是下嫁了，委屈了孩子还在其次，丢人现眼的还是父母。依照王莲芳的意思，还是要按门当户对的准则找一个做官的人家，手里有权，这样的人家体大力不亏。王莲芳在四周的邻乡倒是打听到几个了，王莲芳让桂芳给玉米传了话，玉米那一头没有一点动静。王莲芳猜得出，玉米这丫头心气旺得很，有她这样的老子，她对做官人家的男人肯定不放心。后来还是彭家庄的彭支书说话了，他们村子里的古董匠家有个小三子。王莲芳一听到古董匠小三子，就再也没有接话，不会是什么人高马大的人家。彭支书解释说，就是前年验上飞行员的那个，全县才4个。王莲芳咬紧了下嘴唇，嘶了一声。这一来不同寻常了，要是有一个飞行员做女婿，他王莲芳也等于上过一回天了。他王莲芳随便撒一泡尿，其实就是一天的雨了。王莲芳马上把玉米的相片送到彭支书的手上。彭支书接过照片，说：“是个美人嘛。”王莲芳说：“要说最标致，还要数老三。”彭支书默无声息地笑了，说：“老三还太小。”古董匠家的小三子把信回到彭支书那边去了。这封信连同他的相片，经过王莲芳、施桂芳的手，最后压在了玉米的枕头底下。小伙子叫彭国良，在名字上面就已经胜了一筹。因为他是飞行员，所以他用国家的栋梁做名字，并不显得假大空，反而有了名副其实的一面。顶着天又立着地，听上去很不一般。从相片上看，彭国良的长相不好，瘦，有些老相，花边眼，眯眯的，眼皮还厚，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本领，居然在天上还认得回家的路。嘴唇是紧抿的，因为过于努力，反而把门牙前倾这个毛病凸现出来了。尽管是正面相，还是能看出拱嘴。然而彭国良穿着飞行服，相片又是在机场上拍摄的，画面上便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鹦鹉。彭国良的身旁有一架银鹰，也就是飞机，衬托在那儿，相当容易激活人的想象力。玉米的心思跨过了彭国良长相上的不足，心气已经去了大半，自卑了，无端端的自惭形秽。说到底，人家是一个上天入地的人呐。玉米恨不得一口就把这门亲事定下来。彭国良在信封上写了一个详细到最小单位的地址，意思已经很明确了。玉米知道他的终身大事现在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回信了，这件事相当大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玉米原计划到镇上再拍几张相片的，想了一想，彭国良肯给彭支书回信，说明他对自己的长相已经满意了，没有必要节外生枝。现在的问题就是信本身了。彭国良的信写得相当含混，口气虽然大，好像自己也不太有底。他只是强调自己对家乡很有感情，然后强调他在飞机上恨不得飞到家乡看看家乡的人民。最露骨的一句话也只是表扬了彭叔叔，说彭叔叔看上的人他绝对信得过。但是到底没有把话挑破了，更没有完完全全的落实到玉米的身上，所以是不能一上来就由玉米挑破了的，那样太贱不好，一点不说更不行。彭国良要是误解了，麻烦反而大了，挽回的余地都没有。彭国良近在眼前，毕竟远在天边，遥远的距离让玉米自豪，到底也是伤神的地方。
玉米的信写得相当低调，玉米想来想去，决定采取低调的办法。他简单的介绍了自己，用笔是那种适当的赞许。然而笔锋一转，玉米说：“我一点点也比不上，你们在天上，天上的仙女才比得上，我没有仙女好，没有仙女好看。”玉米的话说的一点都不失体面，一个人说自己没有仙女好看，毕竟是应该的。信的最后，玉米说：“我现在天天看天上，白天看，晚上看，天上是老样子，白天只有太阳，夜里只有月亮。”信写到这儿已经相当抒情了，关键是玉米的胸中凭空涌起万般眷恋，结结实实的，却又空无一物，很韧，很折磨人。玉米望着自己的字，竟难以演绎，无声的落泪了，心中充满了委屈。玉米想说的话其实不止这些，他多想让彭国良知道自己对这一门亲事是多么满意。要是有一个人能替自己说，把彭国良全说明白了，让彭国良知道他的心思，那就太好了。玉米封好信寄了出去。玉米在寄信的时候多了一份心思，他留的是王家庄小学的地址，高素琴老师转。信是寄出去了，玉米却活生生的瘦去了一圈。